一个炉子能有什么稀奇？幻塔还真就把炉子玩出了花。一个炉子就集合了磁约束和聚变、磁悬浮与热得快3个大原理，充分展示了塔的精髓。干啥啥不行，整活第一名。这个炉子自然就是对州新剧情的主角，坐落于油郡澳门关的冯天炉。光听这名字就是相当的霸气。自从人类踏足对州后，漫天的风雪并没能阻止人类的探索，而是在暴风雪肆虐的对州境地发现了丰富矿藏。探险小队因为过于兴奋，沿着河道继续探查，结果到了叉礁的地盘，全体族。但是他们的死亡并没能改变大方向的政策，对州还是决定开采这里，于是就带着大批的苍丘来到这里。为了抵御暴风雪的影响，第一代焚天炉就此诞生。焚天炉的炉体采用的是磁约束核聚变。这里先科普一下核聚变。首先，大家常说的核发电站指的是核裂变，而非核聚变。最典型的核聚变便是太阳，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一直致力于核聚变的研究。可以说，只要掌握核聚变，就相当于拥有了人造太阳。核聚变是指由质量小的氘原子在超高温和高压环境下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产生新的质量更重的原子核，并伴随着巨大的能量释放的一种核反应形式。通常有着3种方式产生，分别为重力场约束、惯性约束、磁约束。为了能获得更稳定的能源，我们需要可控的核聚变方式。在这其中，磁约束核聚变是被认为最有前途的。磁约束核聚变目前最典型的2种装置有托卡马克与仿星器。截至今年，主流的方式依旧是托卡马克，这也是目前全世界主要研究人造太阳的方向。为什么小峰要介绍这么详细？因为就在今年的4月12日，我国的人造太阳取得了重大突破，核聚变稳态运行403秒，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也意味着人类距离无限能源更近了一步。但是这显然和幻塔比差远了。焚天炉的炉体已经实现稳态的磁约束和聚变了，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幻塔的这个炉子可不一般，现在理解为啥焚天炉这么牛了吧？不讲玄幻，讲科学。托卡马克装置实现的是受控热核聚变，于是在幻塔的设定里就有着冷却的设定。第一代焚天炉起初是每天都要停机冷却，直到神棍工程师的改进。生于书香门第，自小精通物理术数，正是他主导了焚天炉的建造。但因为太过无聊，于是开始研习奇门法阵，然后从科学中二跑向了神学。更加神奇的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学出来，于是决定自创，这就是整个焚天炉支线的由来。其中玄学一书就是他自己编的。就是这样一个神棍负责人，主导了焚天炉的建造与补天计划。公元2665年，补天系统改造工程完工，提升了启动速度，冷却效率也大大提升，但是外形也进行了魔改。让我们看看所谓的补天系统，大概就是下图这样。这里就要提到焚天炉的第2个原理，也就是磁悬浮。下面的柱子共同构成了约束支架，就像这个磁悬浮装置一样，而炉体就变为了浮子。但是这张图缺失了一些东西，首先是最下面的2个门，一个是进水口，一个是出水口，而整个坑就是冷却池。没错，以前这个坑里是灌满水的，也就是专门用来冷却炉体的。我们刚进入控制中枢的时候，可以启动装置，会显示炉体丢失，这是因为现在已经更换成2代炉体了，储水层无水，这是因为冷却池的出口现在修建成了路，连接着望破桥。约束支架已损毁，现在的1代结构已经彻底废了。那不对啊，为什么现在的焚天炉下面有居民区？因为冷却池是过去存在的，现在已经进行了改造，所以过去的补天系统应该是这样的，整个坑里面都是水。到了晚上，约束支架输出功率下降，炉体开始下落，进入冷却池内。等到次日早上再提高约束支架输出功率，炉体上升重新启动，为虚菌驱散风雪。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晚上第1代焚天炉是关闭的，如果冷却池结冰了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第3个机制，热得快。没错，就是这个东西，烧水利器。焚天炉的冷却池就是依靠这个原理，在焚天炉解谜的最后，就是启动虎头咬着的加热环，融化了洞口的冰层，我们才得以进入下面的控制中枢。总算是把这个炉子讲明白了。不过现在的炉子就厉害多了，2代炉子不需要约束支架也可以悬浮在空中，而且还不会过热需要冷却。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炉子，而是炉子被袭击的时间。众所周知，惠民大批出现在9域的时间是公元2665年，而焚天炉被袭击的时间则是公元2666年。因为焚天炉是保障虚菌生存的重要装置，于是因为炉子熄火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是虚菌的人类被困，物资运输不到，这就是虚菌保卫战的由来。在惠民袭击焚天炉之后，虚菌的人类开始向县政窟聚集，但也有少数人脱离了大部队，比如和冰冰在一起的主人。根据日记记录，他走到半路被埋到了雪中，幸亏冰冰救了他。
但是连日暴风雪，食物又很短缺，于是他与冰冰缩在巡界哨站等待救援。说到巡界哨站，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还得从自然生物说起。对州境地生活有2个生物群体，分别是居住在森林地带的三尾狐与墨狐，还有居住在松林地带打洞的岩蚁与蝠蚁。这2种动物都是夜行性生物，而墨狐又喜欢去捡松果吃，然后岩蚁又因为肤色可以轻松伏击墨狐，将墨狐抓回去喂给幼体蝠蚁。其强壮的前爪可以轻易击碎墨狐的头骨，撕开皮肉，于是墨狐捡起松果，岩蚁吃墨狐的食物链就形成了。这样三尾狐就不干了，墨狐是三尾狐的幼体，小的被欺负了，老的就来报仇了，于是双方久而久之成为了宿敌，见面就打。但是在巡界哨站内，双方却会停战，这同样引起了学者的兴趣。研究发现是因为哨所种植的桃花树会分泌出一种催眠的花粉，这才使里面的生物变得安静下来。这也是日记的主人与冰冰能在这里避难的原因。直到第10天，日记的主人决定出去寻找资源，其中提到了一处据点，还有手画的地图。这张地图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经过对比，可以很轻松地发现，这2个亭子代指的就是巡界哨站，而红圈所指位置正是松林道的据点。到达松林道的据点后，会发现有篝火，还有一些人为的痕迹，这里就是日记的主人来过的地方。而在这里还有一只叫阿汪的狗，可它却不是冰冰。这只狗同样有来头，它是另外一个遇难者的伙伴，位置在前往虚境遗迹的路上，同样有着文案记录。迁徙时遭遇惠民袭击，与大部队失联，但幸好有狗狗阿旺陪着他。只是一觉醒来后，发现行李被偷了，狗狗就独自去寻找了。没错，最后狗狗到达的地方正是松林道的据点，所以这实际上是有3波遇难者。阿旺的主人物资被松林道的遇难者偷走了，于是阿旺去独自寻找，但没想到冰冰的主人也前往松林道据点。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记录，而冰冰在发现主人不见了后，就去寻找地图了，于是就有了一只蝠蚁守护在地图的附近。由此可见，人在极端环境下已经没法用道德去约束，偷盗别人的资源只为自己能够活下去，与这些零散的遇难者相比，大部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焚天炉被袭击的时间又被称为有郡之灾，之后虚郡的补给陷入短缺状态，驻守御卫以及留守共计221人退入洞穴中求生，这里的洞穴也就是现在的县政窟。他们在补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坚持抵抗了645天。为了准确记录天数，遇难者用写阵的方式计数，一看就是天朝人无疑了。每一行是16个阵子，每一行是9个阵子，共计是129个阵子。一个阵子是5天，也就是645天，与记录完全一致。在石像上还有着遇难者的记录。在牺牲72人之后，第2代焚天炉重建完成，人类开始彻底撤出虚郡。之后焚天炉下方由冷却池改造成了居民区，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出水口也改造为洞口，连接起望破桥。焚天炉永久停机，直到南瀛等人开始虚郡的探索才得到重启。这些就是发生在对州境地的故事了。这次的文案挺多的，也埋藏了很多小故事，有支线的想必大家都能看明白，但这些偏地图像的就难了。除了这些固定文案，还有不断刷新的，在境地里有这么一栋房子，里面有一个苍丘与一个方丘，这里有非人生物历法，方丘的生殖格力，名为陈的书籍，名为明的茶杯，还有九域科技的食物保温装置，共计5份文案。它们并不是按照时间来刷新，而是需要传送到黎州或郑州，然后再传送到附近，重新回到这里，传送到房间内，或者传送去对州都不会刷新。想收集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尝试。幻塔对于地图元素的尝试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对州刚开的时候就有了小故事。离开营地让我们先找到了御史一虎，与他对话我们会发现圣云塔告急，用缆车支援，奈何承载有限，大部队又因为道路狭窄过不去，所以只能先让对州府派人支援，再集中到岑林道进行支援，但那边的部队也被惠民精英子集拖住了。于是御史派出了刀狂3兄弟去探查惠民精英灵手的虚实。然后我们到达前面的塔上，就会发现刀狂3兄弟他们中的刀2和刀3都出了问题，已经没法执行任务。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去圣云塔对话，得知对州府的小股支援已经到达，也就是旁边的黎州阙尾，但是支援只够稳住战线，还需要松林道的援军到来。我们再来到松林道，可以发现有大批人马聚集于此，一边是龙香率领的郑州御卫，另一边则是义虎率领的对州御卫，但是都被子基率领的刑徒部队给拦截了。这一切元素就构成了完整的地图剧情，起因是高级惠民刑天率领部下进攻圣云塔，
意图占领缆车奇袭对州府，这才引出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剧情。可惜幻塔没能把这些做成动态剧情，如果玩家的行动可以改变地图故事的结果，就可以成为动态任务了，希望以后可以实现吧。到此差不多把地图线索都讲解完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幻塔的剧情靠找的原因，不去找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本期就到这吧，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